把离清饼干独自留在茶社里真的好吗？别看那家伙话少又爱摆臭脸，但其实可是个非常可靠的伙伴。哦，这样。怎么了？突然闷闷不乐的。山茶花饼干身边似乎总有许多厉害的朋友，总有一种感觉，我们也许会渐行渐远。什么？金贵饼干，你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记得小时候在书院，大家时常会聊到未来。山茶花饼干想要获得更多的知识，去发现世界终极的秘密，而我只想要成为一个自由自在的调香师，去见证更广阔的世界。是呀，真是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光。那时候山茶花饼干还说，长大后要开一间书店，只绘制自己喜爱的故事，让所有人都拜倒在你的笔下。所以说，小孩子的胡思乱想罢了。现在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商队和信使，可以了解到外面的世界。随着掌握越来越多的信息，距离世界的真相也越来越近。而且你身边也不缺厉害的帮手，但我却似乎停滞不前，而且总是给周围的人添麻烦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，金贵饼干？要是没有你研制的香，我的商队不可能顺利的开辟商线。商队和信使帮助我取得信息，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力量。况且，神兽力量的复苏也指望着你呢。你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，花都的饼干们都很需要你，我也一样。那个，这条路上的花好像开得比以前好看了。可能是今晚的月亮很圆，月光下的双糖花就显得格外光彩夺目。那个，前面就是厢室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这么快就到了，那我先告辞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刚刚我都说了些什么？现在感觉整个饼好像进了蒸笼一样。谁？谁在那里？啊！从饼干王国带回的香品不见了！别跑！把我的香还回来！怎么好像听到了金贵饼干的声音？山茶花饼干，快帮我抓住那个饼干！他拿走了神兽力量复苏的香品。抓到你了！山茶花饼干，等等！怎么了？这块饼干身上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气息，虽然很微弱。啊，是丹龟饼干！啊，摘下缩粒吧，丹龟饼干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。是他。你哭什么？我还没出手呢。丹龟饼干，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香呢？这可是我在很远的王国获得的珍贵香品。就是因为是在很远的王国。自从你离开贵宅，就很少再回来看我了。之前我还以为是因为我不像其他的桂花饼干一样闻起来香香的，你才留意不到我。于是我每天都用心地打扮自己，努力成为一个美丽优雅的饼干。而且我还不停地磨练琴艺，成为花都屈指可数的琴艺专家。但就算是这样，你也很少回来看我，而且总是去茶社找这个老饼干。老饼干？我？你总是一个人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根本没人担心你的安危，只有我。我不想金贵饼干去背负不属于自己的使命。
要是没有这些香，你也许就能回家了。对不起，丹桂饼干，原来我一直都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从没有想过自己的离开会给你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我们留着同样的桂花糖浆，你永远是我最宝贵的妹妹。金龟饼干，丹桂饼干，你拿这些香品是打算做什么呢？这个，也就是找个没饼的地方丢掉罢了。这是查查笑笑生老师限量版画本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怎么突然这么有孝心，送我如此贵重的东西？我有一件事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希望你可以教教我。我们古灵精怪的二小姐居然也有拿不准主意的时候。说吧，看看是什么事儿。金桂饼干总是只身前往危险的地方，为了一些普通饼干，甚至前往陌生的大陆。我好担心，有一天他会遇到危险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姐姐能回家？唉，金桂饼干虽然看似是一块温和的饼干，但面筋可是很有韧性的，好言相劝对它可不管用。那该怎么办？听说金桂饼干这次从一个遥远的王国带回了珍奇的香料，失去这些香料，它就无法再离开花都去进行研究。单凭一个饼干的力量是无法扭转花都花期紊乱的危机的。这时候的他就只能回归宅？没错。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姐姐知道了会生气的。身为一个成熟有担当的饼干，就必须要有取舍。世界上哪有既要又要的好事儿呢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您的建议。记住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。我们的秘密。金桂饼干，香品研制的如何了？这几天我抓紧时间研制出了许多的香品，但是似乎可以扩散香气的香炉不够了。神兽岩壁如此巍峨，如果只有小香炉，效果肯定不会那么好。现在花都周边也不太平，出城采集物资的饼干也少了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金桂饼干，难道你忘了还有我吗？我可以派商队去寻找你需要的材料，这一点你无需担心。实在是太好了。离心饼干，木桩铲除的情况如何了？森林附近的木桩都被我拔了，但神兽岩壁的周围也已经被狂暴植物包围了。它们似乎对神兽岩壁蠢蠢欲动。如果神兽的力量持续削弱，到时候……看来我们要尽快唤醒神兽的力量。可是，我们怎样才能避开那些危险的植物呢？通过这几次的勘察，我发现夜晚的危险植物战斗力会减弱。虽然我也很疑惑，但这似乎也是花期紊乱带来的影响。节气的紊乱不仅使一些植物过早凋零，一些植物疯狂生长，似乎也让植物的习性发生了转变。这对我们非常有利。准备一下，等制作好香炉后，我们就出发。好。山茶花饼干，你的商队能在这几天赶到吗？我已经派信使飞往各处的驿站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。咯咯咯！信使回来了。辛苦了，我看看都有什么消息。咯咯。如何？商队的人马上就要抵达花都了。因为岩壁附近有许多危险的植物，所以他们绕路耽搁了一些时间。太好了，希望大家能顺利抵达。
是商队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晚了2天。辛苦你们了。事出突然，这批货确实要得急了些。虽然你是我东家，但如果下次要货还是那么急，我可是会发疯的。下次一定注意。好了，大家卸货吧。好嘞。这几箱是您吩咐我找的材料，从6个驿站调来的。嗯，另外2个呢？西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饼干了，跑一次不划算，驿站便荒废了。原来如此。这次辛苦你们了。等卸完货，去茶社领这次的报酬吧。好嘞，这趟可把我累坏了，必须好好睡上一觉。这次带了不少好东西，那家伙应该会喜欢。金贵饼干，快来看看这些材料是否足够制作新一批的香炉。够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发挥出香品的最大功效了。那就好，等离清饼干回来，我们就出发。果然，夜晚的狂暴植物们行动都比较迟缓。趁这个机会，大家赶紧摆放好香炉。我这边好了。我也好了，快看，香都从香炉里飘出来了。接下来只需要静静等待。不好，有东西过来了。看来这种级别的狂暴植物并不受夜晚的影响啊！不能让它破坏香炉。啊，幸好只有1株，不然香炉都要被毁了。金贵饼干，你看。似乎是受到了香炉的影响，神兽岩壁产生了回应。香炉里的光，好像天上的星星，一闪一闪的，像是在呼吸。香炉似乎和神兽达到了同频的状态，也许这就是神兽的呼吸。岩壁的光芒逐渐变强了，光刺得睁不开眼。原来山茶花饼干说的都是真的。好困。是你们叫醒我的吗？这么小的小不点，是神兽？